另一边，谢燕探望了夏明帝后，回到了楚王府。他坐到椅子上，想倒杯茶来喝，茶水却是冰凉的。来人，送热茶来。一个丫鬟低着头端着茶水进来，给刘月倒好热茶，送到他手边。王爷，请用茶。谢燕一下听出了是凤书瑶的声音。你不是应该待在怡园吗？谁放你过来的？王爷，奴婢听说你前几日手臂受了伤，想来看看你。没有本王的命令擅自离开医院，你的皮又痒了吗？王爷，奴婢不是，奴婢想王爷的急，王爷又不来看奴婢，只能偷偷来见王爷了。奴婢在医院的每一日，都想着以往王爷对奴婢的疼爱，是奴婢不知道珍惜，还是人不清，错把太子当成了靠山。经历了这次的事，奴婢幡然悔悟，知道谁才是真的疼爱奴婢的人。王爷，奴婢知错了，求王爷再给舒瑶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舒瑶一定好好伺候王爷，忠心王爷。你悔悟有什么用？入府那么长时间，本王宠你疼你，给的任何东西都是最好的，连王妃之位也是将凤青鸾逼走送到你手上，可你仍不知足，因为你本王的声誉一落千丈，京城人人都在背后嘲笑本王，让本王在父皇那里失了种，被关在王府里面壁思过，本王的前程差点都让你毁了。现在你来跟我说忏悔，你根本不是真的悔过，不过是一朝从天堂坠入地狱，你接受不了落差，过不上好日子了，才来想着求本王。本王告诉你，晚了。凤书瑶被他一件件责备着，半点不敢吭声。谢燕说的没错，落得这个下场全是他咎由自取。如果他当初在楚王对他好的那段时间里稍微想通一点，不为太子做事，他绝对不会这么凄惨。想到太子，凤书瑶再次哭得不能自已。他幽禁在怡院的1个月内，让白华葬给太子传了2封书信，去让他想办法救自己出去。可是他传出去的信石沉大海。直到这时，凤书瑶才明白，太子根本不在乎他，只将他当成一个玩意儿，一个为他监视楚王的眼线，一个为他卖命的工具。他后悔了，他痛恨谢衡。滚！下次你再擅自出来，本王杀了你！他厌恶地起身离开。凤书瑶着急想拉，一阵头晕目眩，摔倒在了地上。来人，把他拖回医院。2个婆子上来将凤书瑶拖走。当凤书瑶被拖到院子里的时候，路过的白华葬看到走过来。啊，他怎么了？这个贱人私自跑来勾引王爷，还装晕倒，王爷让我们将他拖走。拖走也不能这么暴力啊，万一路上他死了，你们担当得起吗？王爷没说要他的命。白华葬抓起凤书瑶的手把脉，须臾脸上逐渐露出喜色。表妹怀孕了，快去告诉楚王。2个婆子一愣，怀孕了？姑娘怀孕了，这是楚王的第1个孩子，是大喜事，你们还不去告诉王爷禀告领赏？婆子不敢怠慢，赶紧去将凤书瑶怀孕的事情告诉了谢燕。你说她怀孕了？是的，殿下，姑娘怀有1个月左右的身孕了。谢燕回忆了一下，将凤书瑶送到医院之前那几天是否与她同房过，确定有那么回事，她心绪翻涌。难道凤书瑶怀的是自己的孩子？谢燕看向凤书瑶的腹部，那里还很平坦，肚子里却有了一个她的孩子。这是她的第1个孩子，也是父皇的第1个孙子，是皇长孙。谢燕走过去抱起凤书瑶，将她抱回西陵轩。再去找2个大夫来。婆子去将消息告诉管家，管家听后老脸激动，命人去请了2位经验丰富的老大夫来。大夫给凤书瑶诊脉后，向谢燕恭贺：恭喜殿下，贺喜殿下，凤姑娘的脉象是喜脉，她的确怀有1月有余的身孕了。2个老大夫都这么说，这下谢燕高兴坏了，她不停地在房间里踱步。她有孩子了，要做父亲了。舒瑶怀孕了，所有的衣食住行全部按照数册费来照，一定要让她把孩子平安生下来。是，王爷。看谢燕高兴的合不拢嘴，白华葬嘴角浮现隐晦的笑意。狄曼丽也得知了凤书瑶怀孕的事。王爷，臣妾听下人说舒瑶妹妹怀孕了，这是真的吗？舒瑶怀孕了，3个大夫确诊，王府的第1个小侄子要出生了。太好了，恭喜殿下，臣妾一定会照顾好妹妹，让她平安生产。你管着府里中馈，舒瑶怀孕到生产的这段时间由你来全权照顾，务必一定要照顾好，不能出任何差池。是，皇爷。不过他不想在这个时候惹谢燕不高兴，但凤书瑶都怀上孩子了，他还能坐得住？你想说什么？皇爷，请到外面说话。皇爷，舒瑶妹妹怀孕是件大喜事，这个时候臣妾不应该泼王爷冷水，但有一件事，臣妾就算冒着让王爷生气责骂的风险，也要提醒王爷。什么事你说，本王不会怪你。皇爷，
先前妹妹与太子走得近，1个月之前，咱们并不知道她有没有私自出府去见过太子。万一她腹中的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算着时间，也差不多1个月有余了。你想说舒瑶怀的孩子可能不是本王的，而是太子的？王爷，不排除这种可能。臣妾的意思是，要不谨慎一些。舒瑶妹妹怀孕的事，由臣妾亲自照料，直到她将孩子生下来，做滴血验亲，确定了孩子的身份后，王爷和臣妾也都能放心。毕竟事关皇室子嗣，若是孩子并非王爷亲生，那凤舒瑶犯的可是与太子私通的大罪，这就变成了丑闻，必不可让这事传出去。因此臣妾建议，在妹妹生产确定孩子的身份之前，不要将她怀孕的事情声张，尤其不能告诉到陛下那里。狄曼丽说的有理有据，推测也合情理，她的话不得不让谢燕思索起这件事来。你说的没错，是该谨慎。是本王被她怀孕的事情冲昏了头脑，忘了这一点。按你说的，凤舒瑶怀孕的消息封闭在楚王府，要是有人敢走漏风声，严惩不贷。另外，医院太平必简陋，不利养胎，你给她找个合适的院子住着。我还有一件事要让她去办。谢燕完全冷静了下来，她还没有忘记留着凤舒瑶的性命到现在是为了什么，还得让她帮太子做件好事。是，皇爷英明。小姐，你醒了。这是什么地方？小姐，这里是清波院。小姐昏迷的时候，殿下将您抱回西陵。狄侧妃来了，拉着殿下到院子，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殿下本来还很高兴的，脸色一下子就沉寂了下来，说让狄侧妃照顾你。于是狄侧妃让婆子们将你从西陵轩搬来了这里。清波院僻静少人。小姐，王爷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啊？是要雪藏小姐吗？狄曼丽那个贱人，肯定是她在楚王面前说了我的坏话，很有可能说我怀的孩子不能确定是楚王的，所以才将我藏在这个地方，还不准府里的人说起。只是要等我生下来，确认了孩子的身份之后，才会恢复我的恩宠。那小姐，咱们的计划是失败了吗？说失败尚早，不管怎么样，咱们从医院那个地方走了出来，这里的日子总归比那里好过太多。来日方长，谢燕没有立即让我打掉孩子，说明她也对这个孩子的身份半信半疑。只要她有一点相信孩子是她的，我就还有翻盘的机会。后面的事，走一步看一步。这个孩子可是个金疙瘩，他一定会助我重回巅峰。直男，我饿了，去给我弄些好吃的来。膳食已经准备好了，奴婢去让人端进来。狄曼丽带人从外面走进来。哟，妹妹醒了，还以为你要睡个10天半个月呢，这才睡2天，在医院欠的觉补回来了吗？多谢侧妃关心，奴婢睡好了。看他坐小伏低，明白自己的位置，狄曼丽心满意足地勾了勾唇。妹妹，你我之间何须行这些虚礼？你怀有身孕，是王府里头号重要的人，快起来。妹妹饿坏了吧？看姐姐给你准备了什么。他让人将饭食端进来，一排排丫鬟端着鱼贯而入。侧妃娘娘，奴婢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可不是你一个人吃，还有你腹中王爷的孩子呢。本侧妃向王爷承诺过，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孩子。行了，本侧妃不打扰你用膳了，先吃饭吧。他带着丫鬟婆子们走了，凤舒瑶饿得前胸贴后背，狄曼丽走后坐到桌边，狼吞虎咽地吃着。食物下肚，凤舒瑶才觉得日子光亮了起来，活着有了奔头。狄曼丽出了清波院，回头看向房间里狼吞虎咽的凤舒瑶，脸上浮现冷笑。哼，一个贱婢，妄想用怀孕复宠，还不是被本侧妃3言2语打发到了这里。在本侧妃的掌控下，凤舒瑶，你就好好将孩子生下来吧，看她能不能活。凤舒瑶怀孕的事，狄曼丽传信去了侯府，凤青鸾也知道了。凤舒瑶怀孕在凤青鸾的意料之中，狄曼丽在信中说她给楚王打下了怀疑的种子，说孩子有可能是谢恒的，所以凤舒瑶完全在她的掌控中。小姐，外面有一位姓萧的公子找您。萧玉，不见。萧公子猜到小姐不想见他，说如果小姐不出去，他带媚娘去别处喝茶。萧玉还真是个无耻之徒，带着媚娘来威胁他。凤青鸾眸色微敛，去了侯府大门。凤小姐，本公子还以为带着媚娘你也不会出来见面，没想到媚娘在你这里还是很有分量的，居然出来了。萧公子，你不是说不会再为难媚娘了吗？你承诺就这样不可信？凤小姐，本公子什么时候为难媚娘了？不过是与媚娘一见如故，想带她出来逛逛。本公子欣赏凤小姐，你是第一个在赛马比赛中赢了我的人，我很想赏识
本公子家乡有一道美食叫焦驴肉，想带凤小姐品尝一下，不知道凤小姐可否赏脸？凤青鸾犹豫，谢晋让他没必要不要与萧玉扯上关联。凤小姐放心，这是在京城，天子脚下，你是未来的荣王妃，本公子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对你做什么呀。况且本公子是端正方君，不会对凤小姐做逾矩的事儿的。凤青鸾看向媚娘，她在萧玉手中，若她今日不去，媚娘不知道会遭受什么。想了想，凤青鸾上了马车，马车晃晃悠悠来到了一个叫袁来轩的农庄，停下。张震已在庄内等候，萧玉带着两人来到一处风景秀丽的院子，一路走过来，庄内没有其他人。到了席位坐下，凤青鸾道：“我人来了，萧公子想做什么，不妨直说。”凤小姐，本公子特地为你准备的美食还没上呢，品尝了美食之后再说其他。张震拍手，让人将准备好的架子抬上来，又有人牵了一头驴上来。看到架子和驴，媚娘的眼底布满恐惧。你知道焦驴肉是吗？知道，以前在楼凡城的时候，他也吃过这道菜，让他后院所有女人去现场观看，场面太惨烈，有几个胆子小的姐妹当场吓死。听他描述的如此恐惧，凤青鸾眉心微微拢了起来。凤小姐，不用他给你讲，很快你就可以见到这道美食，绝对让你终身难忘。凤青鸾看向下方的坝子，厨师在配料熬汤，驴被侍卫捆到架子上，四肢和头固定好，随着大火熬制，高汤香气四溢，冒着滚滚热气。凤青鸾的眉心越发蹙紧，猜到萧玉要做什么了。焦驴肉，难道是将高汤浇到活驴身上吗？见到这场景，媚娘颤抖得更加厉害，差点从椅子上滑下去。凤青鸾将她扶好，萧玉在刺激媚娘，勾起她被囚禁的痛苦回忆，她在折磨她。怎么回事？好戏还没上演，媚娘就激动的坐不住了吗？这可不是应该见过世面的青楼花魁的胆量。媚娘吓得说不出话来。高汤熬好，厨子向萧玉请示。萧玉看向凤青鸾：凤小姐，这是中原从来没有过的美食，你可得看清楚，好好尝一尝。随着他的准许，厨子面无表情，拿刀走向挣扎的驴身前。先来一块驴腩肉给凤小姐。厨子的刀割向驴肚肉上的松软肌肉，将皮剥开。确定好了肉的大小之后，厨师将准备好的滚烫高汤倒在那肉上，鲜嫩的肉滋滋作响。凤青鸾握紧了扶手，原来这才是焦驴肉，任客人挑选驴身上的任何想吃的一处位置，现场活生生的将那肉用高汤浇熟，再剜下来送到食客面前。这吃法残忍变态，饶是凤青鸾是军医，见惯了生肉，也还是被惊到了。萧玉在看到驴身上的肉被剜下来灌入高汤时，眼底是前所未有的光彩和兴奋癫狂。凤青鸾看明白了，萧玉在欣赏活驴被生生剜肉挣扎，犹如那变态杀人狂一般，在享受血肉崩溅的刺激快感。媚娘已被眼前的画面吓得从座位上摔到了地上，驴痛苦嘶鸣的每一声都在冲击她的神经。侍卫将烫熟的鲜美驴肉端到了凤青鸾面前的桌子上。萧公子，这就是你说的美食？没错，本公子不轻易请人品尝。凤小姐试试。凤青鸾袖中抛出两把手术刀，扎进了痛苦鸣叫的驴的脖子。驴嚎叫了声，得到了解脱。如此惨无人道的做菜方法，萧玉，你真令人恶心。你说我恶心？恶心，不止令人恶心，还阴暗变态。你请我来看，是为了看这个的话，我看过了。媚娘，我要带走。媚娘歪坐在地上，手撑着身子，低着头，嘴里喃喃地说着：“不要吃我，不要吃我。”他走过去扶起媚娘，没人吃你，我们走。萧玉黑着脸收了折扇，侍卫们见状，面色冷肃的上前围住凤青鸾和媚娘。凤青鸾，你破坏了本公子的菜肴，轻易就想走了，你也太没把本公子放在眼里了。你性情残忍，视生命如草芥，配让人将你看在眼里吗？凤小姐，我们家公子好意奉你为座上宾，把他认为最好吃的美食送到你面前，你敬酒不吃吃罚酒，言语攻击我家公子，看来今天你是不想全虚全伪的离开。公子，要不让属下去摘掉他一条手臂，让公子消气。萧玉笑盈盈地看向凤青鸾的右手，嘴角斜似的挑起笑容。还没说话，媚娘突然发出痛嚎：“不要杀我！我什么都听你们的，再也不会逃走了！救命！救命啊！”媚娘，你怎么了？媚娘连凤青鸾都认不出来了。不要抓我！不要抓我！凤青鸾抓住他的手腕切脉，脉象混乱不堪，见他还在挣扎难以控制，不得已点了他的穴。媚娘晕倒在凤青鸾怀中。能将一个人吓得精神失常，不知道媚娘在萧玉的折磨下经历了多少惨绝人寰的事。
凤青鸾，媚娘告诉过你吧，她以前是我的女人，本该死在乱葬岗，没想到她假死欺骗本公子，本公子不过是吓吓她，如此不堪用，这样就疯了。凤青鸾从未见过这么卑劣阴毒之人，想带媚娘走，萧玉这次却亲自拦在了他的身前。你究竟想做什么？你毁了本公子的好心情，不应该做点什么赔偿吗？凤青鸾拿出1打银票，这些够你买10头驴。本公子不差钱，上次让你陪本公子1晚都没能如愿，今天你答应我陪我用午膳，本公子可以对你的粗鲁行为不予追究，你看如何？我要是不同意呢？你不同意，我也不能将你怎么样，毕竟凤小姐身份不同寻常，但是那凤娘人都疯了，本公子不建议帮她解脱，早死早投胎，希望她下辈子别遇到本公子。听他这么狂，凤青鸾简直想一刀削死他。正当他准备硬闯时，让本王的女人陪你用膳，寂寞公子，你的胆够大呀！看到谢晋来了，萧玉玩世不恭的笑容收敛。老板，这里不是本公子包场了吗？怎么还有外人进来？老板苦着脸站在一旁，荣王要进来，他敢说不准吗？本王来接凤青鸾不会多待。谢晋走到凤青鸾面前，话锋一转。不过在接走他之前，萧玉，你3番2次的调戏本王的未来王妃，这笔账本王得先跟你算清楚。只见谢晋话落，身形一闪，唰的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萧玉迅速反应，拿折扇一挡，挡下了谢晋的一击。张震想去帮萧玉，江曲冷笑着站在他的面前。哼，你的对手在这里呢。长剑出鞘，他飞身朝张震攻去。萧玉的护卫们要去帮忙，薛子墨掰着手腕，一步步朝他们走近。你们就由我来对付吧。萧玉的侍卫们少说有10来个，看到薛子墨一人单挑他们，认为他不自量力，很快能撂倒。然而交起手来，他们发现这个薛子墨并不简单，或许说还有人在暗中帮他。每次当他们要砍到薛子墨时，都会被暗处不知道什么武器打中。说起来，他们是在与薛子墨一人作战，实际背后有人神出鬼没地帮助他。凤青鸾将媚娘拖到一边查看她的情况，时针后解了媚娘的穴。媚娘悠悠醒来，看到凤青鸾像个孩童一样歪着头朝她笑。你是仙子，仙子。凤青鸾皱眉，媚娘这是受到刺激严重，短时间内恐怕难以恢复。他安抚了媚娘一会儿，看向打斗中的谢晋和萧玉。萧玉武功不错，与谢晋打得有来有回，但他武功路数有破绽，内力速度都不及谢晋。再一次接招时，谢晋一掌将折扇击得分崩离析，直击到萧玉的左肩，将他打落到旁边的湖水中。萧玉落水的声音传来，张震和侍卫们见到自家公子落水，跳进湖中救人。哼，这点本事还敢对王妃不敬，挑衅咱们王爷，今日收拾你们都算是轻的。萧玉被人从水里捞出来，一贯的明月清风如谪仙般的外形，此刻头发凌乱地贴在脸颊上，鼻青脸肿，他不停地吐着水，浑身湿透，那模样要多狼狈有多狼狈。这次先给你个小小的教训，若你胆敢继续觊觎本王的王妃，下次本王会要了你的命。谢晋弹指间飞出一道暗器，打在萧玉的右手上。萧玉的右手腕传来骨裂的声音，手腕被暗器上灌注的内力折断。叔伯，你欺人太甚！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公子是……本王不必知道，你不是想要凤青鸾的手吗？那本王就要你家主子的手。荣王，你会为你今日的行为后悔。哼，本王等着。他看向凤青鸾，出气了吗？出气了。不过媚娘的那部分不是出气了就能讨回来的。谢晋看他同情地看着身旁痴傻的女子，目光再次掠向萧玉。这个女人你也不准再碰。说完，他带着人离开。萧玉眼睛布满红血丝，愤怒地盯着谢晋和凤青鸾离去的背影。公子，咱们就这么被谢晋欺负吗？太憋屈了。不是快进宫贺寿了吗？到时候我一定要将谢晋给我的耻辱全部还给他。楚王府，奴婢参见王爷。许久没来看你了，在清波院生活的还习惯吗？多谢王爷关心，侧妃姐姐照顾奴婢面面俱到，奴婢很习惯。你怀的是本王的第一个孩子，是该精细养着，侧妃做得不错。王爷，奴婢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王爷可否答应？什么请求？王爷，奴婢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过母亲了，如今奴婢怀了身孕，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不知王爷能否准许奴婢与母亲见一面？等你肚子的月份稳定了之后再说，免得节外生枝，还是不宜见人的好。王爷，关于给圣上祝寿的贺礼有消息了。你好好养胎，本王有时间了再来看你。随后他与柳琪去了外面。凤书瑶眼珠转了转，给圣上祝寿的贺礼。凤书瑶思索着，谢燕在关禁闭中，
万寿节贺礼他一定会非常重视，很可能想借这次机会翻身。他得去探听一下他要送什么。凤书瑶蹑手蹑脚跟着两人出去，来到走廊后的廊柱下，偷听谢燕和柳琪的对话。王爷，据探子说，下面的人已经找到了山居仙室研制的精元和气丹，正在从兰州快速送往京城，3日后即可抵达。陛下最注重益寿延年之道，也一直在寻精元和气丹。王爷借寿诞将丹药送到圣上手中，他定然很高兴，会解了殿下的禁足。那是自然，本王为了得到精元和气丹，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就是为了在万寿节上博得父皇欢喜。您让他们护好丹药，不要被太子和景王的人发现了。王爷放心，属下交代过了，他们会小心行事，秘密进京，不会有任何差池。这样最好。两人说完话，谢燕和柳琪也走远了。凤书瑶回了房间，春楠从外面进来。小姐，怎么了？我听王爷和柳琪说，万寿节给陛下准备的贺礼是精元和气丹。精元和气丹，这是什么丹药？很贵重吗？我记得谢燕曾与我说过，陛下当年请国师为他制作长生不老丹，精元和气丹应是属于长生不老的药。小姐，这是好事啊！王爷让陛下高兴了，咱们应该也会跟着沾光。好事是好事，直男，太子应该也想得到这枚丹药。你去把白花藏找来，我要他把这个消息传给太子殿下。小姐，你还没对太子死心吗？为什么还要替他传递消息？死心？哪有那么容易死心？太子是我第一个深爱的男人，虽然在我身陷困境的时候，他未施以援手，但他救过我的命，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我。无论如何，我欠太子人情，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他。从此之后，我就安安心心把孩子生下来，一心一意对楚王。小姐，你要三思而后行。这就是我思虑后的决定，你按照我说的去做。直男没办法，去找来白华藏。凤书瑶将书信写好，让他悄悄地带出府去。他果然心中还有谢恒，那个贱人。得知这个消息，谢燕正在写字，笔杆子都被他捏断。王爷，咱们这次不是需要他将消息告诉太子吗？房爷不要太过生气了。这倒是，如果凤书瑶不将消息传给谢恒，咱们的计划未必还能实施。派人盯紧清波院，有情况来报。是，殿下。王爷，属下发现凤姑娘与白华藏似乎过于亲密。凤书瑶借口不舒服请来白华藏后，两人在房间待了好长时间，连知南都守在门外。他们是表兄妹，没什么好在意的。他都如此说了，柳琪也就闭了嘴，不再多言。随着万寿节越来越近，朝贺国的使者们也都陆续抵达京城。京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充斥在喜色之中，迎接大夏皇帝的50大寿生辰。寿诞当晚举行宫宴，夏明帝端坐在龙椅上。先前夏明帝被暴打，脸上的红肿这2日才完全消下去。他醒来后立即猜到了那晚闯进养心殿狠狠揍他的人是谢晋。他这个弟弟为了一个女人直接对他实施殴打，这个仇他记着，有朝一日一定会还给他。大殿上气氛热闹，使者们送上贺礼向夏明帝庆贺。轮到太子进献贺礼。父皇，儿臣也为父皇准备了一份贺礼，这是山居仙室炼制的绝世丹药精元和气丹，祝父皇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来人，将丹药送上来。听到是精元和气丹，夏明帝的眼睛都瞪大了，他神情激动。当看到谢恒让人将丹药端上来时，夏明帝差点坐不住，命元朝公公将丹药送到他面前。真的是和气丹，朕一直在找这丹药，太子的贺礼朕甚心悦。得到夸奖，谢恒嘴角扬起弧度，父皇这么高兴，没白费他千辛万苦将这丹药抢过来。能得父皇喜欢是儿臣的荣幸。精元和气丹乃山居仙室挑选了上百种珍贵药材，耗费10年炼制，世间唯有一例能让服用者益寿延年，康健安泰。夏明帝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许多年前他就在寻找精元和气丹，派了那么多龙影卫出去都没有找到，没想到这次寿宴太子拿出来献给他，他怎么能不高兴？很好，为了这份贺礼，太子辛苦了。能博父皇一笑，儿臣所做的不算什么。夏明帝听后又将太子夸赞了一通。太子送了礼，接着是楚王。父皇，儿臣要送给父皇的贺礼也是山居仙室炼制精元和气丹。什么？楚王送的也是和气丹？不是说此丹世间仅有一例，怎么楚王也有？是啊，不会是其中一人送的是假的吧？谁敢欺瞒殿下？楚王，你说要送给朕的贺礼是精元和气丹，也是山居仙室炼制的？是，父皇。这枚丹药是几个月前儿臣派人出去寻的，花费了无数精力，只为在今日寿诞献给父皇。据朕所知，精元和气丹因为太难炼制，山居仙室仅炼出了1枚，
太子先前将那枚送给了朕，你又拿出一枚。楚王，太子，你们谁在糊弄朕吗？楚王，为了得父皇欢心，你也不用拿一颗假的和气丹来父皇面前献宝吧。本殿献给父皇的和气丹，也是耗费了无数时长和精力寻来的。他朝夏明帝道：父皇，儿臣的这颗乃是真品，兴许是楚王一直被禁足在王府，没办法出去，下面的人被有心之人欺骗，拿了一颗假丹药给他，所以才鱼目混珠，导致了这场乌龙。请父皇念在楚王一心为父皇准备贺礼的心意上，宽恕他这一次。皇后看得心惊，两个皇子选了同一份贺礼，其中一个必然是假的，未免太巧合了。陛下，臣妾可以为楚王作证，早在楚王还未被禁足之前，就已经在精心为陛下挑选贺礼，他绝对不会拿一颗假的丹药来糊弄陛下。太子说他无法出府亲自辨认，纯属无稽之谈。楚王有多重视殿下的寿丹，就有多重视这枚丹药，他一定亲自找人核实过，或许还见到过山居仙士。请陛下相信楚王对陛下的敬爱之心。的确啊，楚王本就视甚宠，再拿出假丹欺瞒圣上，那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照你这么说，太子又岂会在这事上犯蠢？他拿来的丹药是假的吗？听着群臣们的议论，谢衡的脸色难看了下来。他的和气丹绝对是真的，是凤书瑶传信来告诉他，楚王找到了丹药，送回京城。父皇，母妃说的没错，儿臣不相信皇兄会知错犯错，用假货在父皇的绶带上惹父皇不开心，请父皇相信皇兄。夏明帝脸色黑沉，目光在两个儿子身上来回扫过。父皇，太子和楚王都说他们丹药是真品，太医们在场，不如让他们将两粒丹药仔细核查，相信会有一个结果的。夏明帝的脸色已经有几分难看，这个方法可以，但不管证实哪位皇子拿出来的丹药是假的，都会在其他国家使者面前丢大夏皇室的脸。父皇，不用让太医鉴定，和气丹世间绝无仅有，让太医们检验可能会让其受损。儿臣在找丹药的时候，特意将山居仙士请到府上，和气丹是否出自他手，儿臣可以派人去府上将山居仙士请进宫来，让他亲自确认儿臣没有撒谎。什么？楚王竟把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山居仙士请到了府上，这还有的说吗？炼丹的人都在他那里，太子那个丹药很可能是假的呀。我看也是。如果楚王没有底气，怎么敢提出如此要求啊？不是打自己的脸吗？谢衡的脸色彻底黑了下来，不由得怀疑自己抢的丹药到底是不是真的。殿下，陛下，您不是一直想一睹山居仙士的真容吗？如今他就在楚王府上，不妨请进宫来看看。皇后娘娘，太子笃定说自己的丹药是真的，皇后不会连自己儿子的话都不相信，想让陛下拒绝楚王提议吧？如妃的话将皇后的话堵在了喉咙口。爱妃说的有理，楚王，去把山居仙士请来。他除了想知道哪颗丹药是真的外，更想见到山居仙士真人。给他炼制长生丹的国师没了，山居仙士得好好抓住，争取让他来为自己炼丹。是，父皇。谢燕吩咐柳琪去做，谢衡有些坐不住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他的探子并没有得到消息说楚王请到了山居仙士本人，凤书瑶也没有在信中提及还有这一茬。想到信，谢衡眼睛眯了起来，难道凤书瑶写给他的那封信是假的？其实是他与楚王设计好的让他跳进圈套的陷阱。凤书瑶在楚王府受折磨，向他求助，他视若无睹。莫不是凤书瑶心生怨怼，在这期间被楚王策反了？想到这里，谢衡叫来亲信。太子，你不会要派人去阻挠本王将山居仙士请进宫吧？夏明帝凌厉的目光朝谢衡看去，亲信反应迅速地拎起茶壶给谢衡倒茶，随后退到了他身后，不敢再有行动。夏明帝收回眼神，山居仙士是他想见的，任何人都不能让他出事，即使是太子。说是去楚王府请山居仙士，可在谢燕的话落之后没多久，下面的人就将山居仙士请进了大殿。草民参见陛下。你就是山居仙士？是，陛下，正是草民。夏明帝从龙椅上走了下来。原来真是居士，朕寻了居士多年没能见到，第一次见面，没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他手中有山居仙士的画像，面前的老者与画中人一模一样。谢燕给山居仙士解释了请他进宫的缘由，元朝公公端着谢衡送的丹药，谢燕端着自己的那枚，让山居仙士辨认。山居仙士没有动手，一眼认出来了。陛下，楚王殿下手中丹药是草民所炼。随后，山居仙士将他炼制金元和气丹所用的各种珍稀药材的比例以及炼制过程说了一遍，以此来证明这丹是他所出。楚王，你说他是山居仙士，他就是吗？从没人见过山居仙士，谁能够证明他就是仙士本人？谢衡话一出，夏明帝就朝他投去了一个严厉的目光。父皇，
是儿臣失礼了。儿臣有权质疑，无人见过山居仙士真容，说不定是楚王为了证明自己的丹药是真，特意请来的人假扮山居仙士污蔑儿臣，他也是在蒙骗父皇。太子，连山居仙士本人都要质疑，我看你是送假丹被拆穿，恼羞成怒了。父皇，双方各执一词，还是让诸位太医来确诊，或许才能令人有所信服。或者，儿臣听说凤小姐的医术十分高超，不妨让她也来确认一下这丹药究竟哪颗是假的。毕竟真的晶元和气丹与假的晶元和气丹所用药材和手法肯定有区别，内行之人一眼便能看得出来。淮北使者看了一出好戏，出声道：圣上，尔等认为景王的提议很不错，事已至此，不真正的明了给个交代，恐怕在座的人都会觉得怅然若失。我说凤小姐与楚王有过婚姻，是楚王前妻，既然她医术高明，想必不会包庇楚王，也不会偏袒太子。凤青鸾正嗑着瓜子看戏呢，被那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景王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他面无表情地放下瓜子，看到他这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萧玉也插进来道：圣上，本皇子看淮北使者的提议就不错，要不就这么验。连续2个国家的使者都这么说了，夏明帝也没什么好说的，让几位大夫几位太医上前查验。太医们围在一起研究2颗丹药，叽叽咕咕地讨论着。最后他们得出结果，附耳告诉夏明帝。夏明帝又命人将2盒丹药送到凤青鸾的桌前，凤青鸾仔细地分辨了一番，朝山居仙士投去欣赏的目光。这位老者炼制的和气丹是有真材实料的好东西，说不定他那里还有许多其他好丹，如有机会可以认识一下。凤青鸾辨认了之后，指着左边的锦盒里的和气丹：陛下，这粒丹药是用药精良，比旁边那粒纯粹珍稀，也更有延年益寿之功效，这是真的金元和气丹。夏明帝点了点头，太医们告诉他的也是谢燕进献给他的那粒是真的。楚王的这粒是真正的晶元和气丹。皇后捏紧了手指，太子一贯成熟稳重，怎么会在这件事上栽了这么大的跟头？太子，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拿了一颗假的丹药来送给朕，今日都算你的重大过失。从今日开始，太子禁足东宫3月，卸下身上所有职务，转交楚王掌管。楚王解除禁闭，即日恢复自由之身。谢恒脱力般一下子坐回了座位，这对他实施禁闭和卸去职务，不是之前父皇对谢燕的惩罚吗？今日却落到了自己的身上。谢恒咬牙切齿，一定是凤书瑶联合了谢燕算计了他。等宴会结束，他一定要让人杀了凤书瑶那个贱人。2位皇子送同样的贺礼的风波过去，其他人继续送礼。到了安邑国，萧玉慢腾腾地站起来，他勾唇浅笑，走到大殿之上。陛下，此次我安邑国为表与大夏友好之邦百年长久，国王特地让本皇子已赠送5座城池，为陛下庆寿，以表心意。5座城池，这什么大礼啊？安邑国大手笔啊！以城为礼，出手就是5座，咱们大夏国土可以拓疆了，太好了！安邑国王有心了，安邑与大夏建邦2年，一直友好往来，为表朕的诚意，朕可以通过你们所请求的互通商贸，还会给你们提供其他支持。多谢陛下，为表双方国能和睦长久走下去，本殿想请陛下将凤青鸾凤小姐赐给本殿和亲，不知陛下意下如何呀？将她赐给萧玉和亲？凤青鸾握紧了拳头，萧玉这个疯子又在玩哪一出？安邑6皇子，你说想和亲的对象是凤青鸾？是，陛下。6皇子，不是朕不想答应你的请求，只是你不知道，凤小姐是荣王的未婚妻，朕亲自下的圣旨给2人赐婚，你想让她和亲，恐怕有些为难。朕还有公主或王公贵族的女儿，若谁让皇子相中，可换一人。陛下的好意，本殿心领了。本殿自进京来，第一眼见到凤小姐，便喜欢上了她。凤小姐仗义善良，性格刚烈，很有安邑女儿的风范。她美若天仙，又有中原女子的温婉可人，本殿对她一见钟情，只想要她。他坚持选择凤青鸾，这下大殿之上变得热闹了，不约而同看向谢晋和凤青鸾。2位当事人一副事不关己，在听萧玉说别的事一样，淡定自若。他们不动声色，倒是谢燕第一个坐不住，站起来道：安邑皇子，父皇说了凤青鸾与8皇叔有婚约，你还要坚持是何意？楚王，凤小姐的前夫，殿下能看中的女人，本殿自然也很欣赏。说着他转向夏明帝：陛下，5座城池本殿会双手奉上，这是唯一要求，
若圣上不同意，那仵作仪表和亲的心意，本殿也就收回了。站在他座位旁边的张震，一颗心都快被他这个不安分的主子搅得七上八下的。他们来大夏贺寿，并没有说到和亲一事，更没有说送仵作城给大夏国来换取和亲。因此，当他听到自家主子说出这个要求时，整个人都震惊到差点瞪出了眼珠子。六皇子，你在戏耍朕吗？不敢，本殿的要求如此，不能达成共识，也不能怪本座收回诚意。夏明帝握紧了扶手，这个萧玉还真是个胆大妄为的人。当众出尔反尔，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比他这个皇帝当的都还自由。安义皇子，你说要以仵作城来换取和凤小姐的和亲，可有安义光的签字和寿宴文书？你拿出来，这事儿也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听荣王的意思是同意把未来的王妃拱手送出去，为大夏国换取仵作城池的意思。荣王殿下一直以大夏利益为重，割舍一个女子，不用打仗就能换取仵作城池和两国邦交，他很有可能会做出让步。八皇叔，你什么意思？你要同意安义皇子的无理要求吗？凤青鸾可是你的未婚妻，你叫她拱手送人，你不要脸面，我们大夏国皇室还要脸面。他真的被谢晋气到了，看向谢晋旁边的凤青鸾。凤青鸾气定神闲，甚至拿起了桌上的瓜子慢慢嗑着。谢烨恼怒不已，蠢女人，谢晋都快把她卖了，还在那看戏呢，让她答应自己再娶她一次不肯。这下好了，他选择的八皇叔要将她送给别的男人换城池了，白瞎了他那双看起来聪明的眼睛。契约文书暂时没有，等本皇子回到安邑，立即向父王请示，并送到大夏。向国王请求。六皇子，也就是说你在提出以城换和亲的提议时，是你想一出说一出，随口说出来的，并没有任何的实际效益，做不得数了。萧玉脸色难看了下来。据本王所知，安邑国王一共11位皇子，六皇子乃是国王和宫女所出，在众皇子中最不受宠。你提出以5城换和亲，选择和亲对象还不是能和你皇子身份地位相匹配的大夏公主或者郡主，你觉得你的父王会同意啊，还是会重重的惩罚你？凤青鸾眼底含着笑，看向旁边的男人。不愧是战神王爷，领兵打仗厉害，打嘴仗也不同凡响，一张口就直掐对方死穴。萧玉最痛恨别人说他是宫女所出，说他是父皇最不受宠的儿子。谢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还有别国的使者，丝毫没留情面的将他这辈子最大的耻辱说出来，比杀了他将他千刀万剐还让他痛苦百倍。看到他被气成这样，谢烨也无话可说了。原来谢晋在这儿等着萧玉呢。父皇，六皇子喝多了，还有其他国家的使者们要为父皇献礼，让宴会继续吧。夏明帝也没在这件事上继续浪费时间。看来是这样的，来人，扶六皇子去偏殿休息。内侍走上来领萧玉。谢晋，你等着瞧，本殿下一定不会让你好过。他们走后，大殿上又恢复了热闹。殿内太过嘈杂和闷热，凤青鸾起身去殿外透气。青鸾姐姐等等，我陪你。两人一起相携去了外间。坐在夏明帝身后的香嫔看见凤青鸾出去了，凑到夏明帝耳边：陛下，臣妾有些头晕乏了，想出去走一走。他朝凤青鸾的背影使了个眼色，让夏明帝注意。去吧。如妃看香嫔在夏明帝面前亲昵，恨得牙痒。这会儿看到香嫔出去，如妃眼珠一转，也跟着起身出去了。青鸾姐姐，我看那萧玉是借着酒劲儿装疯，刚才在大殿上提出的要求好过分啊！他之前说要报复表哥和你，原来就是想在宫宴上提出和亲，拆散你和表哥。幸好表哥识破了他的诡计，否则陛下还真的会考虑他的建议。毕竟是仵作城，谁看了不心动啊？表哥没让他如愿，还将他讽刺了一番。按照那疯子的品性，他必定会更加对表哥怀恨在心。今后在他离京之前，表哥和青鸾姐姐要多加注意啊，小心别着了他的道了。萧玉那样的人就需要谢晋去治，遇上谢晋他讨不着好。别说那晦气的人了，听说荷花池可以放河灯，咱们过去瞧瞧。凤小姐请留步。青鸾姐姐，这位是香嫔，目前宫中最得宠的嫔妃。臣女见过香嫔娘娘。不愧是让安邑皇子相中的凤小姐，生得国色天香，别说男人一见钟情，就连本宫一个女人看了都为之嫉妒呢。是吧，香嫔娘娘，青鸾姐姐可美丽了。安邑六皇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幸亏荣王驳回了他的提议。青鸾姐姐是臣女的表嫂，唯有荣王殿下才配得上她。娘娘找臣女何事？本宫听说凤小姐医术高明，有些不方便让太医瞧的私密事，想请凤小姐帮本宫看一看。香嫔娘娘过奖。这里说话不方便，咱们去找间茶室。他拉起凤青鸾往偏殿走去，廖洛林想跟上，香嫔身边大宫女将他拦住。廖小姐，事关娘娘的隐私之事，还请廖小姐就地止步。戴儿，带廖小姐去荷花池。廖小姐，荷花池有其他小姐们在放花灯，很是热闹，奴婢带您过去吧。
廖洛林瞧着凤青鸾被香嫔带走，想着这是在宫中，应该没有什么危险。行吧，我先去那边等着。如妃站在暗中，看到香嫔带着凤青鸾走了，觉得这件事透着蹊跷。如妃放轻脚步跟了上去。香嫔带凤青鸾穿过院子，来到一间名叫香明轩的茶室里坐下。凤小姐，你得答应本宫，有些事本宫与你说了，凤小姐得替本宫保密，不得说出去。娘娘有事不妨直说。走了这么久，凤小姐渴了吧？先喝口茶，本宫再与你细说。香嫔看着他将茶水引进，自己正欲端起一杯时，却不小心将茶杯打翻。本宫的衣服弄脏了，待会儿还得伺候陛下。凤小姐，请您稍等，本宫去换套衣服再来。等到了无人的地方，香嫔眸中闪过狠厉。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娘娘。凤青鸾喝了那杯茶，应该晕倒在房间了。要让她现在过去吗？让她去。陛下视凤青鸾为眼中钉，如果他这次能帮陛下除掉凤青鸾，陛下一定会更加宠爱他的。如妃跟在香嫔身后，听到他与侍女的对话，让他进去。香嫔想陷害凤青鸾吗？在他思索之际，侍女离开，剩下香嫔一个人站在院中。如妃直觉这是个扳倒香嫔的好机会，说不定还可以一举让凤青鸾也栽个跟头。如妃心思一转，看到旁边的花瓶，捡起来偷偷朝香嫔靠近。香嫔还不知道危险来临，脖子忽然传来剧痛，一下栽倒在了地上。把她抬起来，送去香明轩。娘娘，咱们要做什么？香嫔将凤青鸾引来这里，绝对有事要发生。我们把香嫔也送去。文佩一听，抓住香嫔的脚，两人偷偷摸摸要将人抬起来时，一道人影出现在两人身后。如妃率先发觉，回头看去。你怎么在这里？你不应该在香明轩吗？我是应该在那里，但待会儿在那个房间的人将变成香嫔。他不知道你察觉了他的目的，所以你是来将他带过去自食恶果的吗？娘娘聪慧，你这又是在作何？我在帮你啊。再怎么说，你也是楚王的前王妃，要是有了污名，楚王也会跟着被人议论。碰巧本宫发现他居心不良，不介意帮你一把。是吗？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了。楚王禁足，本宫被连累，香嫔趁机上位，夺走了本宫的恩宠。说起来，他是我们共同要对付的人。你放心吧，我绝不会将今日的事透露出去一个字。咱们互相捏着对方的把柄，共同完成这件事，如何？可以。他走过来，将香嫔扛在肩上。接下来的事跟你做了。他走后，如妃整理了下妆容，带着文佩返回了宴席大殿。此时，夏明帝和使者大臣们也来到了花园透气。如妃笑靥如花走过去：“陛下，您怎么出来了？”“哈哈哈，席内气闷，出来有缘。”“臣妾陪陛下吧。”他陪着夏明帝和大臣们走了一会儿，提议去茶室喝茶。于是以夏明帝为首，一群人浩浩荡荡往茶室去了。走到香明轩院外，众人听到传来男女令人不齿的声音。房间里的人是谁？一名宫女从宫禁外跑出来，跪到地上。陛下，房间里是凤小姐。宫女是香嫔的贴身侍女，名叫欢儿。你怎么在这里？你家主子呢？回陛下，小主出来透气，路上遇到凤小姐，两人说着话来了茶室。小主的裙子被打翻的茶水弄脏，奴婢便扶着小主去换衣裳了，留凤小姐一人在房间，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事。不可能，里面的人怎么可能是凤青鸾？绝对不会是她！岂有此理！那个不知检点的女人！来人，去把那对狗男女拖出来！很快，房门被撞开，侍卫进去将里面的人押出来。看到女人的脸，夏明帝瞳孔巨震，不是凤青鸾，居然是香嫔。陛下！香嫔妹妹，怎么会是你啊？陛下那么宠你，你居然还是在陛下的寿诞上，这也太不像话了！秽乱后宫，开死！来人，将两人拖下去，乱棍打死！夏明帝气得差点吐血，他是来抓凤青鸾的，没想到抓到了自己的绿帽，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丢了大脸，快气死他了！你不是说凤青鸾在房间，他人呢？陛下，臣女在这里。宫女说你在茶室，为何从那边过来？回陛下，臣女是与香嫔娘娘在茶室，但香嫔娘娘衣裳打湿去更换，臣女见她许久未回，出去找她，谁知迷了路，听到这边有人声，原路返了回来。发生了什么？夏明帝眼中含恨，这个女人竟然被他阴差阳错地躲过了这次。朕乏了，有劳荣王陪各位使者们继续。说完，他重重甩袖，气冲冲地回了养心殿。使者和大臣们见皇帝走了，也各自散开。发生了什么？凤青鸾将他进入香明轩，发现熏香和茶水异常的事与谢晋说。香嫔顾虑我会医术，用的药罕见且量小，他是赌我能不能认出来，用药他厉害，
手法就不够看了。今夜的宫宴风波不少，晚上我送你回去。养心殿，夏明帝气得将桌上的东西全部都砸到了地上。废物，统统都是废物！龙影卫，进来！一袭黑衣的龙影卫卫首悬空从外面进来，去把A6皇子请来养心殿，臣有事与他商议。悬空领命而去。夏明帝眼中泛着危险的幽光，接连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夏明帝被气走，其他的使者和大臣们也陆续离宫。我与香嫔今夜第一次见面，他设计陷害我，是为了向夏明帝争宠而针对我吗？他知道。你说皇帝知道吗？他可是皇帝，怎么跟后宅女眷一样用这些把戏？还是在国宴上，太沉不住气了。你被他盯上了，他想毁了你。凤青鸾不说话了，他也看出来了，这是夏明帝第2次对他动手了。凤青鸾不免有些担忧，夏明帝会不会因为想除掉他而把手伸到祖母或者是外祖家？你外祖那边我会派人留意，老夫人在侯府有暗卫保护，也不会有危险。倒是你，谢红想对你出手，萧玉对他来说是一颗可以利用的棋子。凤青鸾神情凝重，被萧玉盯上如同被狗皮膏药粘上，真是烦心，难以甩掉。谢晋盯着凤青鸾沉默的脸，目光中闪过狠厉幽光。萧玉若是真替谢红办事，打凤青鸾的主意，他会送他回安逸，当然是一具尸体。东宫立即集结人去楚王府，杀了凤书瑶。他要凤书瑶死，今晚就死。安卫很快行动，暗中前往楚王府。晚上，凤书瑶躺着一直没睡着，宫宴上的事他还不知道，没人告诉他，还在幻想着这次帮到太子，送了陛下最想要得到的丹药作为寿诞贺礼，陛下应该很高兴，在大殿之上夸赞了太子。凤书瑶这么想着，倏然听到屋外传来打斗声。直男，外面发生了什么？小姐，怎么了？你看院子，是不是有人在打架？小姐，好像是他们是来杀咱们的。小姐，快躲起来！凤书瑶看了看房间，地方这么小，往哪里躲？不过奴婢看了一波黑衣人在保护咱们，不让杀手靠近，可能是王府的暗卫，对方不一定闯得进来。外面的打斗越发激烈，休刺客，抓刺客！接着，无数拿着火把的人涌入院子。直男正想说他们有救了，忽然房门砰的被人踹开，黑衣人提着长剑朝凤书瑶杀去。危险来临，凤书瑶下意识抓直男挡在身前，直男吓得半死，在那剑刺过来时，求生欲爆棚的往旁边躲闪。刺客第一剑刺了个空，等他要再进行第2次攻击的时候，一道暗气从他的身后射来，刺客往旁边躲闪。谢燕从外面进来，一剑洞穿了刺客的胸膛。王爷，你来了！直男从床上下来，跪到地上，他这才冷静了一点，回想起刚才情急之下小姐将他推出去挡剑，直男心中的某处发生了变化。谢燕出现没多久，院子里的刺客们被绞杀殆尽。谢琦进来禀报：王爷，人都死了，无一活口。看出来是谁派的人吗？回王爷，是东宫的暗卫。你说是太子派人来杀我的？是的，10名暗卫。要不是王爷派了府中的人保护姑娘，只怕姑娘现在已是剑下亡魂。姑娘什么时候得罪了太子，就让他派暗卫来杀你。确定是谢恒要杀他灭口，凤书瑶的脑中一片空白，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为什么是太子？柳侍卫，姑娘一直在楚王府，很少与太子见面，更无交集，不可能得罪他。很可能是太子得知姑娘怀孕，姑娘怀的是王爷的第一个孩子，是陛下的第一个皇孙。太子是怕王爷的孩子生下来后威胁到他的地位，才派人来杀姑娘的吧？他说完这话的时候，谢燕瞥了他一眼。以凤书瑶那蠢笨的脑袋，能在他府上潜藏半年之久，将他的消息暗中透露给谢恒，这婢女功不可没，比他主子聪明，脑子转得更快。直男的说法站得住脚，即使在凤书瑶落难时，也对他忠心耿耿。此人不能留他长久。王爷，直男说的没错，幸亏王爷来得及施救了奴婢，也保住了我们的孩子，多谢王爷。凤书瑶脑子清醒了点，他不是帮太子送了陛下最想寻的丹药，帮他立了大功吗？太子应当很高兴才对。难道是因为他是从谢燕手中抢的，怕被谢燕发现，才想要将他灭口的吗？王爷，今日宴会顺利吧？顺利。本王送的贺礼，父皇甚为欢喜，恢复了本王的自由之身和职务，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本王有赏。今晚你和孩子受了惊吓，好好休息。谢燕说完，也不等凤书瑶再说什么，转身走了。直男，太子要杀我，他要杀我啊！小姐，你认清太子的真面目了吧？他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经过这次，你不会再想着他了，对吗？想，不仅想，我还想亲手杀了他。
如有机会，他要找太子复仇。翌日早晨，妹妹，昨天晚上听说你院里遭了刺客，皇爷特地让姐姐送些衣裳首饰给你压压惊。看着那排排精美的首饰钗环，凤书瑶眼眶发热。从始至终对她好的只有楚王，她心中暗暗发誓，她再也不会辜负谢燕。寿诞风波过去后，使者第一次来京，各官员们带着他们欣赏京城的风土人情。这天，凤青鸾在房中规划新菜谱。那日在侯府用过火锅之后，他将火锅在云氏酒楼作为新菜品推广出去，没想到备受京城百姓的喜爱，全京城爆火。于是凤青鸾让京城的8家云氏酒楼都推出火锅美食。除此之外，他还增加了现代菜式，丰富和更新酒楼的菜谱。凤青鸾在排计划表，计划往后每3个月新增3道菜。小姐，酒楼出事了。怎么了？通缉云氏酒楼的刘掌柜派人来侯府，说有顾客在火锅中发现了老鼠尸体，当街闹了起来。老鼠尸体？凤青鸾眉心微蹙，怎么可能？走，我们去看看。很快，凤青鸾带着人到了云氏酒楼。刘掌柜的，怎么回事？哎呀，东家，这位公子中午来楼里点了2桌火锅，吃到中途，他们说发现火锅里出现了老鼠的尸体。咱们酒楼的卫生是最达标的，这滚烫的火锅里怎么可能出现老鼠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呀！你的意思是我们故意往火锅里面丢死老鼠喽？客官，我不是这个意思，有误会。这事儿太蹊跷了，咱们火锅推出了这么久了，绝对不会出现死耗子。那它就出现了呀！事情都发生了，你说怎么解决？你想怎么解决？萧玉就是来闹事的，带着人大张旗鼓的在酒楼门前扯皮，是想要毁云氏酒楼的名声。本公子金尊玉贵，听说云氏酒楼是京城最好的酒楼，菜品丰富美味，且最近推出的火锅京城一绝。本公子慕名而来，是来享受美食的，谁是在锅里发现那等令人恶心的东西？今日是被本公子吃到了，说不定明日又被谁遇到。为了京城百姓的健康，本公子已让人去报官了。京兆府的人过来，你这云氏酒楼的卫生，怕是得彻底检查，才能让客人们安心呢。云氏酒楼的火锅我吃过好多次了呀，里面可从来没发现过有什么脏东西。又出现老鼠，太匪夷所思了。有什么匪夷所思的？说不定是哪个厨子或小二没注意发现有老鼠跑进了锅里，这也是有可能的。火锅汤底那么红稠，不将菜夹起来，谁知道里面煮了些什么？要我说啊，这位公子说的对，出了这样的事儿，是该将酒楼后厨的卫生彻查一遍。都报官了，凤青鸾还能说什么？这萧玉实在是卑劣无底线，连这种事情都能想得出来。凤青鸾问刘掌柜，老鼠是在锅子里发现的，后厨你检查了吗？没来得及，这酒楼的卫生一向干净，就算京兆府来检查也应该没有问题。凤青鸾怕的就是有问题。凤青鸾，你同意陪我一晚，我可以将今日的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若不同意，整个京城的云氏酒楼就等着关门大吉吧。陪本公子一晚，本公子放了你的产业，这个买卖对你来说很划算呢。凤青鸾没搭理他，脑中想着对策，后悔没将大堂装上监控，不然的话能看到是谁将老鼠扔进锅里。不过大堂中午用饭的客人爆满，或许有人看到了什么。凤青鸾目光扫向在场围观百姓，有谁看到当时老鼠进锅的画面吗？若有人看到，云氏酒楼必当重赏。他这么一说，其他的人都摇着头，只有2个男子面色一慌，看到凤青鸾的视线过来，2人都避开了，随即掉头往人群外挤去。凤青鸾朝人群后的宋氏2兄弟使了个眼色，2兄弟也注意到了正在离开的2人，分别朝他们追了过去。凤小姐，你是在找证人吗？有谁敢出来作证？他这通身的气度看起来非富即贵，尤其是这些人知道凤青鸾是荣王的未婚妻，侯府的嫡小姐，他连这样的人都敢招惹，还有什么是做不出来的？没多久，金兆府尹带着人来了。凤小姐，安以六皇子殿下。这位公子竟然是使者，别国的皇子，云氏酒楼惹上大祸了。是啊，别国皇子与云氏酒楼无怨无仇，不会特地的陷害他们吧？肯定是云氏酒楼的菜品出了问题。什么无怨无仇？你们不知道吗？这位安义六皇子还有个外号，名叫寂寞公子。先前在青楼想带走花魁，花魁誓死不从，凤小姐将花魁救了下来，2人还出去赛马，可能那时候就结下了梁子。凤小姐，有人状告云氏酒楼火锅里吃出了老鼠尸体，具体怎么回事？报案的人是萧玉的人，张震将事情经过说了，刘掌柜也解释了一遍，双方各执一词，侯志志2方都不敢得罪，公事公办地说道：食品安全出现了问题，
又有人举报。凤小姐，本官只能依法办事。云氏酒楼在彻查卫生处理之前，得歇业一段时间，解放时间由检查结果确定。大人请。侯志志带着人去后厨检查，凤青鸾也跟着进去。前面出了这样的事，后厨一直有人守着，但是金兆府的人进去之后，还是在米缸里发现了一窝小老鼠。后厨的人被吓得不轻，凤青鸾的神情也更加紧凝了。掌柜的着急忙慌，吩咐人去捉耗子。早上我们开工的时候都没发现缸里有耗子，肯定是有人栽赃陷害，趁厨房忙碌的时候将他们给放进去了。我敢那天发誓，上午的时候真没有。这是被人陷害，凤青鸾何尝不知道？萧玉对他还真是用心良苦。凤小姐，云氏酒楼食品检查不过关，有重大问题，必须停业整顿，所有云氏酒楼都要检查，还请凤小姐跟我们回衙门一趟，等上十司的人来问询调查。凤青鸾没理由反驳，跟薛子墨交代了一件事，与金兆府的人来到了大门。哇，这云氏酒楼真有问题啊！那么多老鼠，以后谁还敢来这里吃饭啊？哎，太可怕了。是啊，说不定我们以前吃的食物也被老鼠爬过。哎呀，想到那个画面就好恶心啊！凤青鸾被带走，萧玉脸上闪过得逞，还是老皇帝会玩，给他出了这么一个好主意。要是谢晋知道凤青鸾出事了，会怎么做？哦，他没时间管凤青鸾，这会儿正在皇宫被老皇帝安排事情往外调呢。没有谢晋在京城阻挠，凤青鸾他手到擒来。皇宫，户部尚书季崇和谢晋从养心殿出来。荣王，闽州旱灾由您费心去处理了，其他事宜下官会安排好，一切听从殿下的差遣。随着夏季持续升温，明州的旱灾造成上千百姓流离失所，粮食也颗粒无收。旱灾之事该由户部派人过去处理。季崇不知为何陛下会让荣王去。说起来，灾情的严重性还不足以让荣王出面，可陛下是这个意思，他也不好说什么。两人走出宫门分开之后，暗夜来到谢晋马车一侧。王爷，凤小姐被京兆府的人带走了。暗夜将萧玉在云氏酒楼闹事与谢晋说了。又是萧玉，为了得到凤小姐，无所不用其极，一点底线也没有，居然又盯住了凤小姐的酒楼。看来上次将她打一顿，废她一只手的教训，她没有吸取，还变本加厉了。王爷，要不咱们再给她来点厉害的？去京兆府。金兆府的人将凤青鸾带到衙门，随后上十司的人来了。侯志志给他讲了云氏酒楼事情的经过。萧玉的人和凤青鸾被拉进去，问了几个问题，做记录。这一次的事情性质恶劣，安全卫生严重不达标，所幸没有伤及人性命。凤小姐，云氏酒楼必须歇业整顿，罚款1万两。你回去好好的把酒楼的卫生检查，膳食司会派人来监察，视情况恢复营业。凤青鸾走出金兆府的时候，萧玉在门口等他。凤青鸾，你知道为什么本公子只是让你的酒楼停顿罚款，而没有让你受到更重的惩罚，比如吃死了人、受牢狱之灾或者流放吗？萧玉，你不就是想毁了云氏酒楼吗？说这些做什么？那是因为本公子心疼，不舍得让你受那些苦。这次不过是给你一点教训，你愿意赔进云氏酒楼的生意，也不答应本公子的要求，是你咎由自取。别怪本公子没提醒你，无论用什么方法，本公子都要让你成为我的女人。萧玉，我是别人的未婚妻，你强取豪夺，不觉得有失你安逸王子的身份？凤小姐，你这是骂我吧？没关系，能与你说上话，即便是被骂，本公子也甘之如饴。强扭的瓜不甜，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你就不怕哪日我应了你，将你杀了？强扭的瓜甜不甜，尝了就知道。凤青鸾，话不要说得太满，说不定你跟了本公子之后，发现我很有魅力，从此死心塌地的对我呢。荣王殿下到。凤青鸾掠过他，走向谢晋。云氏酒楼出事了。具体情况我在路上与你说。谢晋和凤青鸾说了话之后，看都没看一眼萧玉，仿佛面前没有这个人。两人上了马车走了。萧玉以为谢晋看到他给凤青鸾找事会报复他，他却仅仅是来接凤青鸾走。哎，你们发现了没啊？谢晋看到我好像没有敌意了，他不会想不到这件事是我做的吧？无动于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公子，人家没有对你发火，你不习惯吗？莫不是他被调去外地，将不在京城，不敢往死里得罪本公子，怕本公子将他留在京城的凤青鸾如何呢？公子，依属下看，荣王不是那样的人，你硬招惹他，他必定不会放过你。已经招惹了，本公子倒要看看他怎么不放过我。那人记得做干净，别给凤青鸾翻身的机会。公子放心，属下已派人在云氏酒楼外面，他出来即刻抹杀。
回酒楼的马车里，凤青鸾将中午发生的事以及上十司对云氏酒楼的处理与谢晋说了。是萧玉做的，但目前没有证据指向他。我发现了2个可能有用的证人，让宋鼎和宋修2人去追了。现在回去查酒楼内部，看是不是有吃里扒外的人被萧玉收买了。我也有一件事要和你说。你说。闽州出现旱灾，谢公命我去赈灾，明日出发。我不在京城的这段时间，萧玉还会有后续的手段，你要小心。谢宏似乎与萧玉达成了某种协议，云氏酒楼出事和派他出去赈灾2件事太巧合了。凤青鸾也想到了这点。我知道。2人说完事，马车也来到了云氏酒楼前，酒楼的所有人员全部都在后厨由薛子墨看守着。凤青鸾和谢晋到了后院。草民参见荣王殿下。起来吧。事情发生之后，没让任何人出去吧？没有，全都在这里。凤青鸾看向众人，将上十司对酒楼的处罚向众人宣布。哎呀，东家，都罚款这么多了，停业整顿得多久啊？时间不定，停业期间大家的工钱照发。听到凤青鸾说工钱照发，员工们都很高兴。凤青鸾在说这话的时候，观察着所有人的神情变化。此次酒楼出事太过突然，我需要所有人积极配合自查，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谁将老鼠带入的酒楼，都需要查清楚。是东家，您说什么我们做什么。云氏酒楼有规矩，每日开工前的第1件事是检查厨房，再配菜筹备。张师傅说今日跟平常一样，早上检查的时候没有发现有异常，米缸里也没有老鼠，可为何衙门的人来搜查时却查出了老鼠？老鼠又怎么会平白无故出现在米缸？这里很有问题。今日到中午之前，有哪些人接触过米缸？几个负责煮饭的婆子站了出来。东家，我们是负责做饭的，我和周氏将米打出来时是今日第2次揭开米缸，那时里面都没有老鼠。也就是说4时之后老鼠才被放进去的？是的，4时就没有人再揭开过米缸了。那可有人看见有谁靠近过那里？几个婆子摇头。凤青鸾看向其他人，你们有谁看见了吗？其他的人也表示没注意。每日备菜的时候是他们上午最忙的时候，哪有人注意过这边的情况？东家，我好像看到牛二在米缸周围游了一会儿。我只是过来拿盆，可没往缸里放东西，你不要污蔑人。嘿，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看见徐姐进来拿东西了，她有嫌疑。我只是看见你进来了，东家再问我就如实说呗。你没做就没做，这么大火气干什么？姓徐的大姐也解释了一下。当然火气大，你这样说我会被人怀疑的。再说了，那么一大包老鼠拿进来的话，肯定也有地方藏着。厨房那么多人，谁拿那么大包东西进来会不被人发现？他这么一说，众人都觉得有道理，又问了几个问题，都没有什么发现。时间不早了，大家先去吃饭，也再回想一下，有新的线索来向我汇报。去跟着牛二。江渠出去了，凤青鸾也发现了这个人可疑。处理了酒楼风波之后，凤青鸾与谢晋在外面吃了饭，回了侯府。宋鼎与宋修2兄弟也回来了。如何？那2人住在哪里？回小姐，我跟的那人住在明水巷，我跟的住在西华街。先去明水巷。明水巷。中午在元氏酒楼吃饭的时候，魏巡看见了一些东西。当凤青鸾问有没有证人时，他落荒而逃，即使在家中也心神不宁。听到外面有人来敲门。什么人？元氏酒楼东家。你来做什么？我什么都没看见，不要来找我。而且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你派人跟踪了我。我还没问，你怎么知道我来找你说什么？公子，开门，咱们谈谈。魏巡怕得不行，不敢开门。这时房间里传来咳嗽声。寻儿，怎么了？娘，没事，有人走错了门。寻儿，我眼睛瞎了，耳朵还没聋，你不会招惹了什么人到咱家里来找事儿的吧？娘，我没有，真的是走错门的人。大娘，你的眼睛看不见了，说不定我有办法可以医治。你都不知道我娘的情况，就说有办法治，你是想骗我开门是吗？我的医术想必你也听说过，先前宁乡村的瘟疫就是我治的，免费的大夫在眼前，为什么不让我试试？魏巡犹豫了，知道就算今日不给凤青鸾开门，后面他还会来。他走过来打开门。凤小姐，你就算治好了我母亲的眼睛，我也什么都不会说。我不敢拿我和我娘的性命去得罪安宜六皇子，听说他是个很恐怖的变态，他不是好人。没关系，作证的事情稍后再说，让我先为大娘看眼睛。去解决的人还没回来。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人，处理起来不难，应该会回来了。2人话音一落，4个手下回来了。公子，那个姓徐的女人被人劫走了，是属下们办事不力，请公子责罚。谁劫走的？是一个武功高强的蒙面人，可能是凤小姐的人。
放屁！凤青鸾怎么可能那么快查到徐梅的身上？她身边有那样的武功高手吗？公子，是属下失职，愿意将功赎罪，求公子再给属下一个机会。眼前一道寒光闪过，鲜血直溅，瞪着眼睛倒地身亡。其他3人见状，将头垂得更低了，生怕下一个被杀的就是他们。不是凤青鸾的人，是荣王的，派人盯着荣王府，找机会把那女人杀掉。第2日一早，谢晋出发去明州赈灾。接下来几天，凤青鸾在收集证据。这几日，金兆府尹侯志志带人去了景王府。六皇子，关于云氏酒楼卫生检查一案有新的进展。凤小姐状告六皇子殿下的人策划了投鼠案，请殿下的人跟我们走一趟。等他们到达金兆府时，凤青鸾已经到了。上十司的纪少看到景王来，下官参见景王殿下。纪大人，本王是来旁听的，你该怎么审就怎么审，就当本王不存在。是，王爷。凤青鸾站在堂上，他状告的是萧玉的手下买通云氏酒楼的人往后厨投放老鼠。凤青鸾，你说有人让徐梅丢老鼠到米里陷害云氏酒楼，你可有证据？楚王殿下到。看到谢燕，萧玉的脸色黑沉了下来。送走了一个谢晋，还有一个谢燕。哟，楚王你怎么来了？这不关你的事吧？难不成是来帮前楚王妃的？这就不劳景王关心了。纪大人，继续。谢燕从进来后，目光一直落在凤青鸾身上，有关这个女人的风波就没消停过。谢晋不在京城，这段时间就由他来保护凤青鸾不被萧玉那个疯子骚扰。凤小姐，刚才的问题你可有证据？有，将徐梅带上来。徐梅走上来，跪到地上。是谁指使你做的这事？将人指出来。看到徐梅，张震半眯着眼睛，就见徐梅毫不犹豫地指着他。大人，是他3日前找上草民，给了草民100两银票，让草民在前日4时过后进入厨房，将老鼠偷进米缸，银票在这里。张震、徐梅指证你指使的他陷害云氏酒楼，你可认罪？大人，我不认。他说是我指使的，那就是我吗？他随便再指一个人，也是另一个人指使他的吗？大姐，你有证据有证人吗？要是没有，我要告你污蔑啊！张氏，不准威胁证人。徐梅，你有证据或证人，交代出来。张震找到我的时候，碰巧酒楼有位顾客撞见，他可以作证。